纳尼？王雪梅叔叔的小团体因为我差点打起来了。用户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我们小团体对假面骑士嘎布最新一集发展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接着往下看吧。这一趴会集中讨论下本集出现的问题，而第一个需要聊的就是生真进入门之间的权限这点。我没记错，剧中是没有给过生真这个权限已被尼耶鲁布恢复的提示的。那生真在没做任何确认的前提下，直接把门给打开，并会存在剧情上的漏洞。没有，他之前自己去总统府的时候已经开了权限了，尼耶鲁布把他带回来那个时间点已经给他开了，个权限，忘记关了。不过我觉得单凭这点也无法让生真确认自己的权限被恢复了吧？而且那之后他不是想从他们逃出来那扇门再进入门之间吗？结果也是开不了门了。所以我当时跟你讨论就是说那个门是不是因为蓝哥开的，所以蓝哥把那个门封了。说不通。就非要找补的话，要么尼耶鲁布是在被总统逮到以后又偷偷把生真的权限恢复了，要么就是和你说的一样，尼耶鲁布、生真联手以后，前者已经把后者的权限恢复了，而管家当时没追上他们，后面把那扇门给毁了，才导致生真不能从那扇门回去。反正问题的关键在于剧内没把生真是怎么确认自己的权限被恢复了这点给拍出来，才衍生出了如今的问题。那如果从剧外的角度考虑，我认为就有可能是他们几个组拍摄完后没交接好，包括中间剧本可能做过改动，甚至还撞上了剧场版拍摄，斯大夫和演员们都忙炸了，才让这个漏洞被忽视掉了。这个门的确可能是因为交接问题出了个 bug 嘛。对，对了，我针对这一点我就感觉深真他们没有准备后手，没有预料到大哥会背叛，稍微有点那啥。半斗也没有完全相信蓝果啊，没有完全相信，那你应该做准备啊。你没看到他说的吗？他是有预料到，但没预料到这么快。对啊，大家才艰难取胜完，都剩半条命了，你反手就跳出来，哈哈哈，这谁顶得住啊？不然你有什么收益嘛？立刻翻脸。我觉得得从两个角度去考虑吧。剧外角度，节目马上要完结了，创作者用这种方式激化矛盾是最简单粗暴且效果最好的。那如果从剧内角度去考虑的话，蓝果蛰伏了这么久，终于给他逆袭成功，他是一点都藏不住，也不打算藏了。我只能说找蓝哥联手没考虑后果也是蛮变态的。但他们不联手的话，也过不了总统那一关啊。人间牧场计划不就一点都没法阻止了吗？再加上双方也存在信息差呀。生真他们只知道蓝果设法把总统引来了人间界，并不知道他中间还绑架了利泽鲁，顺走了他的贝壳枪。那站在他们的视角，蓝果能在总统死后马上继承人间牧场计划，也是没法预料的呀。而且当时他们的重点还是打大总统，至于打完大总统以后怎么去处理，其实也有个说法，二哥说的，我们斯托马克家只要能去到上层，其实黑暗灵是不重要的。而且蓝哥当时说的也很模棱两可，我觉得深真有可能是把二哥的套路套到了大哥身上。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最后面深真不也在反思他们太着急了嘛，无暇再去防蓝果一手。对，但是不着急那一下，人间牧场计划已经没法阻止了，总统更不可能死。各位能捋得清吗？至少和蓝果联手干掉总统之后，深真要面对的仅仅是用最终形态变成打个5开的蓝果，难度直接降级了，好吧？是啊，本来就是借一步走一步的计划，那现在相较于总统存活的时期，最起码还有反转的余地在嘛。事实上，压缩人是不是全救回来了？黑暗灵石工厂是不是毁了？人间牧场计划也顺利阻止了，不是吗？好吧。然后我觉得蓝果翻脸之后，深真他们三人的态度差异也刻画的挺到位的。关于这段，官网有特别提到，剧本中原本为生真、半斗、拉基亚三人共同标注了暂时撤退吧的台词，但最终说出这句话的只有拉基亚。无需导演特意指示，三人便十分默契的达成了共识。那么最不甘心、最后离开的肯定是半斗。就我觉得现场的改动是会比乡村写的剧本更妙的。首先，半斗是个急性子，比较容易上头，肯定会想要就地干掉蓝果。其次，会演变成现如今的局面，与最开始提议联手的生真脱不开关系。即便明知现在立马该撤退，生真也不好开这个口，因此这句话最后面只能让拉基亚来说。而且这样处理还能完美匹配上拉基亚在人间界走一遭后的心境变化。曾经一个为了复仇视人命为草芥的沙糖人，如今竟会以拯救人类为重了。对，包括他们没有起正面冲突，而是直接避战，也完全跳脱出了我看这集以前的认知，只因我原先的思维还局限在了蓝果又把他们给打跑了这个层面上。就实际观看过后，我也认为剧内的安排是更好的处理。打不起来完全是场外因素，好不好？那是一种态度，就是剧外因素导致他不能打。从这一集来看，他们没打也没救到人吗？不是，哥们，你这个纯结果论了呀。当下他们肯定得优先救人，好吧？错过了或者说被蓝果摆雷到，是完全没法预判的呀。而且你们真这么想他们打起来，那 OK 啊。先不论最后谁输谁赢的问题，在他们打这一架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抓走，或者说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撞成了黑暗灵石，那你们又要怎么说呢？把那些人当成必要的牺牲吗？
而且我觉得如果非要从剧内去解释的话，兰果其实也并不想打这一架，就蓝哥3打1不一定稳赢，而且他打不过主宰家父，白宝瓶空了，怎么打也打不了。空了是一方面，但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了兰果那边存在的信息差。一来他不了解白宝瓶的运作原理，二来他甚至不知道宝藏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家部的角色互相之间存在着巨量的信息差，从一开始到最后，所有角色之间都是存在信息差的。对啊，站在兰果的视角，即便深真用不了白宝瓶，自己也真能1打3，他就不怕深真再爆一次种把自己反杀吗？这种事情又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而且你们觉得兰果他有必要站在主对头那边替他们权衡利弊吗？根本没必要，好吧？就在我看来，他说出那句话的本意就是为了避战，而且还能保住自己的逼格，不然各位是指望让兰果明说红色户口牛逼，打不过你们，所以我做了一大批的人质，你们要怎么做？现在把我打死还是先去救人？这种把最终 boss 的脸面都给丢光了的话吗？纳尼？行吧，这个话题真的没必要再展开了。而在聊下一话题以前，容我先插句题外话，小人体高创并非网友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大众的声音。那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有意义的内容，请务必给我们点正面反馈支持，这将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爱你们。行，本节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认亲那条线的。结合舅舅这集展现出的分析能力来看呢，各位觉得他能够仅凭美食笔记推测出生真是美之流的孩子吗？我觉得可以。看那个笔记本的话，那应该能联系起来。我其实也因为下集的预告以及这集给出的一些线索，又回过头去看了下前期在剧中所展示的美食笔记的内容。各位带入舅舅的视角，生真作为一个成年人，最开头的笔记里汉字很少，他写的全是假名，对，他会的汉字就母、时、柱、杏果等等。结果越往后的笔记，他会写的汉字越来越多，包括一个成年人竟然到了这种岁数才第一次吃到妈妈曾提过的软糖、薯片、棉花糖、蛋糕等等等等。生真还是个通过吃零食来变成假面骑士的人，说明了什么问题？直接证据其实没有，但是旁证很多。对，包括下集舅舅应该会去问杏果是怎么回事的，比如说生真是从哪来的，甚至会问生真和美之流是什么关系等，就看看杏果会怎么回应了。但在我看来，无论杏果选择说出真相，还是撒善意的谎言，当舅舅问出这些疑问的那一刻，他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对，只是说最后舅舅会不会和生真相认，仅此而已。我觉得让他自己把这个真相想出来，比外人告诉他会好很多，就他可能会更容易接受嘛。相认可以，不相认也可以。不相认的话，我会觉得差了点意思，毕竟这条线都铺垫那么久了。其实有个词呢叫心照不宣，你把这件事拍出来，可以给个留白也没问题。道理我都懂，但节目就20来分钟，要分配好4条故事线，再加个后日谈，我对于这条路线最后落点会落在哪，并不是特别乐观。再加上我对现如今国内讨论环境的理解来看，如果他们最后不相认的话，肯定会被一堆人骂的。国内环境你怎么样，他都会啊。就像我说的，他们不战斗就无法生存。行吧，那没事了。这集其实有2场戏我感触是特别深的，一个是3人的鉴别，至于第2段则是 Lakia 选择殿后的情节。这里我先念下官网小作文对 Lakia 内心活动的描写哈。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够让半斗行动？这句台词既包含了 Lakia 的兄长属性，又透露出对半斗说话随便点也没所谓的亲密关系。Lakia 想了好久，要用一句话去说服半斗的话要用什么，然后他挤出来的那一句是我比你强。对啊，各位应该也都还记得，布兰姆初登场就把 Valen 当球踢的，包括 Lakia 刚和深真为伍时就已明确提到自己不打算和半斗这个弱鸡联手。对啊，再加上半斗也同样介怀 Lakia 干过的逼事，因此两人直到故事中期还是相当不对付的。而在第32集交了一波心之后，他们总算和解。那在我看来呢，这句我比你强就有点像是他们和解前后 Lakia 对半斗说的打路一样，打路还是打路，但内在所蕴含的情感已经变了。而且在当下看来 Lakia 估计也会去想，这可能是自己和这个有着过命交情的伙伴见的最后一面，说的最后一句话了。那要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既能让半斗立刻放弃宫斗，先把人救出去再说，又能把自己对半斗的感情传达到位呢？结果他憋了半天，憋了个这出来，也有点调侃的性质。对，反正千言万语汇聚成了一句我比你强，就足以概括他俩之间的关系了吧。就在我个人看来，香村这句台词写的特别传神，包括前面的 Handle 和 Lakia 进门之间前喊修马的名字是一样的。香村仅仅通过如此简短的一句台词，就让我感受到角色之间的情谊到底有多深了。而且 Lakia 那句修马真的会让我去浮想联翩。说直白点，他会选择殿后，包括下集毁掉门之间，我会觉得在他跨过那扇门以前就已经做好这些觉悟了。
我是觉得拍得很明显。假如你是 Lucky 啊，以你对他们两个的了解，如果我把这个计划说出去，他们有可能同意吗？不可能的吧100%人真的。深圳不可能，半斗也不可能。而且我敢打包票，如果 Lucky 啊把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去的话，半斗炸得比深圳都快。行吧，我再绕回去扯完半斗回应 Lucky 的那句“你可别死了呀 ，Lucky 啊”。借用某位日推网友的评价来总结，就是两人出狱时都想要对方死，可临别前夕却都想让对方活。而且在当下 ，Lucky 殿后确实是最优解 ，Lucky 更强，布丁巴菲素质更高是一回事。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布丁巴菲不会打着突然融化了，肯定不能让冰沙断后的。一来他会融，二来讲真，就算 Lucky 啊回不了人类世界，那里也是他家。对。OK， 这一趴最后我想再讨论一下吉普两公婆的末路。事实上，我看剧的时候之所以会说这集的展开没法预料，也是因为他俩勾到了最终回的关系。你们想嘛，深圳会和兰果再单挑一回，这是在故事中期就已经敲定了路线。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节目组的选择是分割三位假面骑士的战场，让深圳打兰果，Lucky 打兰果的特工们，外加毁掉门之间，然后竟然要半斗以1敌2。虽然巧克力冰沙的数值和薯条是差不多的，但这次要打多个大小姐，怎么打？我想象不出来。不要小瞧半斗啊！什么？觉悟黑巧？猜不到，看怎么演吧。最后的最后，再问多一次各位，你们觉得乡村会如何处置吉普两公婆？一起上路吗？真的，永远想在一起的人，你让他天人永隔；以别人破碎取乐的，你让他也变得破碎。让他破碎完了再把他刀了，还是让他带着这个破碎状态活下去？你觉得李姐能活吗？我想不到他怎么写，但如果他两个都是一刀砍了也行，他们是死是活，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惩罚已经是够了的。主要是以我对乡村的理解，两公婆一起死有点太过便宜他们了。那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吧。吉普帮利杰鲁挡刀而死，利杰鲁接连受到2重打击，打击完了时不时都行，一劳永逸就让两公婆前后脚上路，或者让利杰鲁接受不了现实，选择自杀，好吧 ？OK 啊。哦对，最后的最后，我再分享一位观众提供给我的脑洞哈。如果节目组想在巴冷的最后一战再整点新东西出来的话，可以拿贝壳枪做点文章，比如说半斗抢了吉普那把枪来用，变成贝壳就算了吧，毕竟副作用好大。当然哈，这个也说不准，过2天看咯。各位其实是怎么理解兰果邀请吉普回来帮自己忙这个操作的？没有他整的周波烂活，斯托马克不一定能这么快到达顶点。对，所以某种程度上，兰果也认可了吉普搞的那些骚操作嘛，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目前兰果确实缺人手，那只能不计前嫌了。而且有些事情特工做不了，得让他去做，所以说这个地皮还真的留着的。对，且不管怎么说，吉普是除生真以外，兰果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你想想，没有这层关系在，先前对面把兰果往死里整，等兰果翻身了，会不清算回去吗？而大哥是怎么做了？为了让吉普回来，甚至能去帮利杰鲁。不过这个帮本身也可以延伸出各式各样的解读就是了。我和小伙伴们私底下讨论过后，判断这个帮应该是兰果愿意为了吉普继续供养失去利用价值的利杰鲁，而非是帮吉普解决掉这个麻烦。当然这个不重要，先要回这一趴的正题。我想通过前面聊的东西引申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对于兰果而言，家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杀父夺权的兰狗来说，家人对他好像确实没什么意义。在我看，兰狗真的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他处理深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妈害死了多少家人，单纯因为深圳碍事了。这个是真的。你想咯，如果他看重家人的话，吉普和西塔当时是为什么跑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深圳从家族里逃出来到人间界，用了1年时间建立了自己的人际关系，他现在是不孤单的。而看上去很团结的斯托马克家一路死过来，现在只剩2个。那下一集深圳和兰果关于家人的话题会不会有什么探讨，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对，这个也是我看下集预告前没预料到的点。深圳和兰果的对决，就如果纯粹以家人的角度去切入，格局太小了。可如果以幸福的角度为主去切入的话，不仅紧扣了主题，还能够将双方的理念冲突外化为人类零食与黑暗零食的对决。兰果的幸福是凌驾于其他人的不幸之上的。人类零食造出来就是给大家幸福，但黑暗零食到底是干嘛的呢？黑暗零食的存在就是剥削人命啊！或者我这样说吧，让沙特人感到幸福的黑暗零食是建立在人类的不幸之上的。对，因此深圳为了自己的幸福，人类的幸福，必须要结束这一切。但兰果的幸福又会是什么呢？登上沙滩界的顶点吗？可那之后呢？我会再想深一层，假如兰果扫清一切障碍，成功当上总统，他会不会感到寂寞呢？包括我刚刚念到的小作文的最后是这么描述的：欢迎回来，兰果尼桑。自从被剥夺社长之位约半年后，您终于重归社长宝座。
但此刻已没有会为您的归来而欢欣的弟弟妹妹相伴了。就在我看来，兰果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实现了最终目标，但身边已经没有能够去分享这份喜悦的家人在了。他是真的能够做到一点感触都没有吗？就我会幻想一个场景，成为了总统的兰果又一次坐回社长宝座，他环视了会议室一圈，在他的幻视中，弟弟妹妹们还在和自己开会，一家人齐心协力地经营着斯托马克社。然后他叹息了一声：“你想多了，他在我觉得不是幻视也不行吗？我会觉得这样至少能让兰果这个角色变得更为复杂一点。不需要变成复杂，他已经最终 BOSS 纯粹恶就完事。对，我也是这么想。假设他真成大总统，他也不会行。那我不知道，这只是我设想的 if 线。你 if 线可以，但你不能改写这个角色的本质呀。我觉得兰哥目前给我的感觉就是纯粹的野心，沉醉于权力的那种角色。他有很强的目的性，为了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不管是家人的牺牲和其他的，他无所谓。对于他最大的惩罚就是他野望的破灭。你这个时候突然让大哥煽情说，哎，我家人死光了，有点难过，我觉得不太对。就是说这个 if 线挺割裂的。我是觉得有些东西只有等失去了过后才会去珍惜，再加上我刚刚那个幻想也没有到你们说的那种会毁人设的程度啊。我是说 if 的前提是我们本来就说不得准的，但是话不能说得太死。这时候不会这么想，不代表他未来也不会这么想，只是根本不会给他任何转变的时间的。对啊，兰果会死在成为大总统以前。本质上我们在争论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情节，这里就先点到为止吧。OK。屏幕前各位如果对此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继续探讨。多的不说了，周六晚9点会播多一场，把这些问题聊得更透彻一点，再去迎接最终回的到来。感谢能坚持看到这里的各位了，加拿，辛苦了各位，拜拜。